活体研究大家谈，我用活体研究成就您的科研梦想。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本周活体研究大事件，旭岳活体研究培训班正式开班了。在培训班中，不仅您可以了解到有关活体研究的相关知识，还有样品测试体验以及数据如何分析作图等内容。屏幕下方滚动条中就有报名方式，欢迎您的参加。非损伤微测技术现代奠基人许岳先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又发表了几篇 NMT 相关的实用文章，欢迎您的关注。上期节目中和各位老师分享了关于通过 NMT Visualizer 检测根毛尖端钙离子流和液泡氨根离子流数据结果，发现根毛在正常生长发育过程中，尖端的钙离子浓度呈梯度分布稳态，是受到胞内氨根离子的调控的一篇文献。本期节目中将会和您分享一下关于有关钾营养吸收实验的设计经验，就让我们进入节目吧。近期呢，收到了许多老师来电咨询，关于钾营养吸收实验结果总是和预想偏差很大，经常会遇到无法测到钾吸收的情况，大家对此感到非常奇怪。其实离子流的变化在植物生理上属于早期事件，也就是样品在宏观上还没有出现差异的时候，离子流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反之，宏观上已经可以察觉的变化时，离子流的差异可能就无法检测到了。所以常规的实验时间点与离子流的时间点会有时间差，一般离子流检测相比于常规实验的时间点都要靠前。在此提供给各位一些钾营养吸收的实验设计经验。一、饥饿处理，氮钾等营养吸收实验首要的关注点，氮饥饿和钾饥饿的处理时间，参考文献一般为2到7天。有的老师可能不愿意接受饥饿处理，认为对其实验来说又多了一个胁迫因素——饥饿胁迫。当然，从严谨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在接受工作量的前提下，您可以同时设置饥饿和非饥饿组进行尝试。2、苗大小。根据经验，拟南芥、水稻、小麦、番茄等草本植物大小一般都是3周内，如果太大，例如超过1个月，离子流可能就很弱了。3、检测液浓度。根据经验，在很多情况下，高钾环境会抑制根对钾的吸收，所以检测液中的钾离子浓度一般设置为0.1毫摩到0.5毫摩。但是有些实验要求在不同钾离子浓度下检测，则可自行设置。做氮元素的老师也可参考上述内容。接下来还是由我们的测试工程师给各位老师带来精彩实验，探索未知的植物世界。今天给各位老师所带来的实验是测试样品为浮萍，测试位置为浮萍的根部的分生区，测试指标为钙离子。现在我们将我们的传感器调节到合适的位置。好，现在开始测试。我们可以通过左下方这个框中看到，我们的传感器在不去触碰样品、不去损坏样品的条件下，可以实时的检测出我们样品流速的变化。现在我们稍等一下。好，现在这个流速是一个外排且稳定的趋势，所以说呢，这个样品在这个环境下，分生区呈现出一个外排的状态。好，本期的实验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旭岳工程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实验，每次都能大大的满足我的好奇心。其实还有许多老师向我们咨询关于发表文章时，审稿人质疑钾离子流速传感器是否能真正的检测到钾离子怎么办？ NMT 实验数据应该如何去使用？请大家关注许岳先生的个人博客，其中都能找到答案。您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号，或到旭岳生物研究院网站中获取许岳先生的个人博客地址。又到了大家最期待的抽奖环节，我们的抽奖方式是将每周节目中主持人所公布的本期关键词直接发送到旭岳公众微信号中，就会收到本期中奖信息提示。我们将抽取前20名发送关键词的老师作为本期的中奖者。领奖方式是，中奖的老师会收到由旭岳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活体研究大礼包1个。如果将本期视频转发到朋友圈并截图发送到旭岳公众微信号中，还可以得到价值50元的京东购物卡1张呢。本期的关键词为许岳博客，许岳博客。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的话，赶紧行动吧。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